当然说中国再一次被英国人上了一课，就是你居然真的可以这么无耻明抢的吗？英国人说对，我就是明抢了，以人民的名义我要抢你，你怎么办？所以英国人一般理解的是什么？就是你对等反制呀，你抢一家英国企业呀，你收拾一下英国企业。你现在跟他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这是中国人遇到在这个世界上，身为中国人要进的，同样的就是从二类国家向一类国家心态的转变。当然，在此过程当中，最大的考验来了，就是屠龙少年怎么不要变成恶龙的考验来了。第一个，我们要把龙打回去，要把这条恶龙打出血，让它疼。他能够理解的唯一方式是什么？不是这种外交口头上的这样一种表达，也不是一种抗议，更不是说你到他们的法庭上去打官司，不好意思，没有的。抓一家英国企业当成靶子打到死，就这样。那或者就是学英国人以前的那种做法，这是什么？我们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去捍卫我们在海外的合法利益，这个事情就需要做到这一步了。你有没有必要搞这么大？有啊。为什么？因为破窗效应出现了呀。他就吃干抹净上手抢了呀。这件事情英国不遭到足够严重的惩戒，这件事情永远无法解决。而且中国人在此过程当中最难受，我们现在非常难受，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精英，政治精英非常难受。为什么？因为和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的教育完全他妈的不一样。就这句话，怎么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对，恭喜你，用英文那句话来说 Welcome to the true world， 欢迎来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样貌。恭喜你，你以前在下面被晃点狠了，以为那上面都是那种光鲜亮丽的，不好意思，他们吃人。他们吃人。那怎么办？你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吃？不，但你要收拾那些喝血的。你怎么收拾把它喝血的？把它做了，那次他，你没有这种手段，不行的呀。就很简单嘛，在孟晚舟事件当中已经证明过了嘛，孟晚舟为什么没有被引渡到美国去？因为你抓了2个加拿大的间谍，杀了一个加拿大裔的毒贩，对，加拿大政府怕了，就这么回事。你就在跟这种人打交道，所以我们现在外交部我能理解，他们特别痛苦，他们特别纠结，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你违反所有的外交惯例啊！你怎么不能做国际法呢？你怎么不能做国际规则呢？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就是执法者，只有我们自己去做，也只能我们自己去做，而且做的时候简单原则。什么叫简单？什么有的没有的，什么这个观感那个观感，我告诉你，你做了，就像什么，就像24年，就2年以前，我们向那个太平洋那边发了一枚全程的那个东风31甲改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英国人的评论是什么？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投资安全承诺，这是招商引资。就我开张之前，我先打一发，告诉什么，在我这儿谁的投资都是有安全保障，我罩着的，就这么回事。现在就是要告诉英方，这些企业我罩着的，英国人说我动了，你能怎样啊？那我就要怎样给你看。要做到什么程度？要英国人跳起来说，哎，你中国人怎么能这么干？中国人说，你做初一，我做15，你想我退回去，你觉得不合算了，把你吃进去的吐出来，我管你什么法律啊，管你什么政策，你自己去改，那是你的事，我负责收拾你，收拾到你改到我满意为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不当人，你也不要跟他说人话，说人话，你跟个鬼讲人话，你不是浪费时间吗？没有任何意思的呀，就是收拾，用所有的工具，能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做到什么为止？做到对方改为止。国际形象，这就是树立中国良性国际形象的机会。中国冤有头，债有主，恩怨分明。我们不需要老好人的，
国际社会不需要老好人，国际社会尤其不需要一个老好人来当领导者。为什么？没出息的，混不久的。你可以做好人，你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做好人，大家说你是个好人，但是一个体系的领导者绝对不能是一个老好人。这个历史上有证明过的，你当了老好人之后你会死的呀，不止你自己死，大家跟着你一起死呀。很清楚的，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改变。有朋友想问一下老师，去这一次的人工智能大会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还行。怎么说呢？几个感受。第一个，你在那边能够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前行的那种生态的前沿方向。你比如说它那些芯片，以及你看到处都是机器人，从那种正儿八经的到不怎么正经的，有个像鬼故事一样的，就一条腿上面一个头，然后还带了个头发，在地上特别小。然后还有做那种很，就是把那个东西踹翻了以后，他自己怎么挣扎？机器人全是机器人。那个现场，你就是觉得贞子篇你就不用看了，就看了。百花齐放。因为那个机器人就弄的就是上面是一个头发一个脸，就像一个头，下面直接接两条腿，然后那个机器人总共就这么高，然后在地上满地爬，就特别有那种巫毒感的那种 voodoo style 的那种感觉，就满地跑的那种东西。大量的工业和具象化的场景应用，工业的、医疗的、健康的应用场景，而且是什么？而且不是单个节点，是生态级的，是生态级的。第三个，关注什么？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就像刚才你已经提到的，就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工程问题了。什么叫工程问题？工程问题的就是技术难度已经没有了，已经不是实验室科研，就是成熟度的问题。大家怎么样不停的反复，不停的滚那个成熟度，然后用关键就变成了什么？治理的原则、治理的理念、治理的规则、治理的实践、治理的组织化、系统化就变得越来越重要。那这个事情现在在上面你看到什么？提前一天成立了那个国际组织，对吧？然后在这边啊，复旦搞了一个自己的论坛啊，复旦现在这个上海人民政府支持复旦搞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研究中心啊，这个高校开始就是开始构建自己的这样一个结构网络。当然大家现在还在思考，什么思考呢？就是说我怎么样用我的话来讲啊，要完成人工智能治理从伦理治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型。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啊，它因为现在先是作为一种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前沿应用，就是所谓的这个科学家在主导人工智能发展的阶段，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这个治理很正常，叫伦理中心主义的治理，就是讲科技伦理。为什么讲科技？因为不讲科技治理，它就没得讲。就是主权国家在问题上它碰不拢，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科技伦理的阶段是会过去的。等到它变成了一个工程问题之后，各个国家的政策、战略和国际间的协调就会放上议事日程。而这种议题当中，你跟他讲科技伦理治理呢，你是谈不拢的。为什么？因为科技伦理具有天然的跨国倾向，它动不动就是你不要谈主权，主权这样是不对的啊，我们这个主权就把它淡化掉。科学家很容易形成这种共鸣，真的啊，而且也是对的。但是实践落地是要政府、是要主权国家的这些政治人物去做的。他们做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你这个时候就要形成这个转型，这个转型需要有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就是